你的那个腰啊，来再帮我屁股揪一下下，你再忍耐一下下，因为这个地方应该会很痛很刺哦。这边有一个结晶带黑珠，然后这边刚刚我在挂的时候有没有？这边有个咚咚。这个全部都是久坐的，右边的健胯关节是卡住的，容易这边血液循环不好吼，然后久坐本来就是一种底层好发的一个概念，你真的有点勒太紧了。这个关节它本来应该是要转动的，对，就是它被一个给勒住了。好，所以你这个腰部呢，整体来讲，除了久坐以外，另外一个就是有点自找的，所以右边也刮完了，那我们现在剩下的是你的右下背。好，所以你刚刚讲完中医师大概是10到15是一般，天花板的话大概会是多少？就我所知的话，应该一个月到20-30是完全没有问题。西医的话就蛮看科别的，因为在健保给付上，不同科别的点数会有点不一样，差异很大吗？会差蛮多的哦。最常被提及的问题就是4大结孔，内外妇儿这4科，然后其中我觉得目前可能还是待遇比较差的是儿科啊，因为在儿科的就是自费项目其实是比较少的。我们在底下就是大家留言感谢一下儿科医师，就是他们的自费项目是真的相对比较少，妇产科还可以做一些检查。每一年新生儿数量越来越少，然后所以看诊的人也会越来越少，真的直接就会影响到收入越来越少。但累的程度其实也没有比较轻松。如果是很年轻的刚升主治医师，没什么病人的主治医师的话，甚至他的收入可能会比中医师还差，有可能比中医师差。但是你这样讲是因为普遍西医师的薪水是高于是高于中医师的，也是因为健保点数的关系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这部分就不方便论战。但如果你觉得健保点数同工不同酬这件事情，你有一些想法，你也可以在底下跟我们的瓜友们分享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会比较知道啦。好，所以你刚刚已经分享点数少的就是比较辛苦的儿科医师，那点数高的通常会是什么科？基本上外科系的点数都蛮多的，像一些特定科别，对，像是心脏科或者是整形外科，对，他们有很多自费的医材，还有骨科，骨科也是，骨科其实就是自费医材的种类非常的多，而且金额可以到很惊人，所以就会反映在他们的收入上面。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有一个刮痧的朋友，他的自付额高达50万。就一个颈椎，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你真的要学刮痧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身体很贵啊，真的。你平常小小的酸痛啊，你刮一刮就好了，刮一刮对不对？然后就是买个器具，学个刮痧的课程，你可以用一辈子。麻烦大家保护好你的身体，绝对是非常非常赞的投资。要健康哦，不是叫你忍耐哦，不是叫你有病不去看哦，不是哦，有问题一定要去看。但是你平常你会自我保健，其实也是很重要。好啦，底下那个课程好不好？开放报名 ，OK？ 真的花小钱省大钱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呢已经大概知道医师的甘苦，然后跟薪资了。那我接下来要把你右半边的腰刮完了哈，因为刚刚有说爸爸腰有点不太行。真的。那接下来在你很痛的同时，我又要问你问题了。好，来，请问，什么时候要看中医，什么时候要看西医？简单可以这样分，你可以把中医看成加医科。因为意思就是，其实中医基本上什么都看。如果真的要说的话，一些比较急性的感冒，如果你真的很状况，例如说正在发烧、咳得很厉害的话，然后你想要赶快把症状直接压下来，那通常西药的效果确实是比较快，中药更强的发挥点是在于说后期的调理，就是有些人在确诊之后一咳就是咳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。都咳得不会好的这种，就是这个就是中药的强项了。你刚刚很忍耐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因为我跟你说，你的那个腰啊，来再帮我屁股揪一下下，你再忍耐一下下，因为这个地方应该会很痛很刺哦。这个全部都是久坐的，容易这边血液循环不好吼，然后久坐本来就是一种底层好发的一个概念。这边有一个结晶带黑珠，然后这边刚刚我在挂的时候有没有？这边有个咚。你有感觉到对不对？有，没错。所以你的右边的健胯关节是卡住的，然后左边
好像也有，对，但这边小一点点，但是这边是真的有比较卡然后刚好这一个位置啊，我们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到，就是刚刚皮带，你皮带好像勒得比较紧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在小孩出生之前，体重一直上升，从刚毕业的可能75、76吧，一直胖到人生的巅峰83公斤。然后小孩出生之后，就从83公斤，一路在1年之内瘦了10公斤，变成73公斤。所以结论是，想要减重可以生小孩。对，变瘦了，裤子就松了，就只好把腰带系紧一点。但我跟你说，你真的有点勒太紧了，因为刚好你勒的这一段啊，我用一个绑带有没有？然后在你的关节处勒住，所以我这个关节它本来应该是要转动的，就是它被一个绑带给勒住了。所以当你勒住，那我们说用进废退嘛，对，用的话就会进步，不用的话就会退步。所以它这边呢，它的动作其实是有点卡住的，要么就是让一点点，不然就换一下裤子啊，我觉得会对你的腰部比较好。OK， 所以你这个腰部呢，整体来讲，除了久坐以外，另外一个就是有点自找的。所以皮带不要用太紧，不然会容易腰酸哦。结果我现在刮完你全部之后呢，我发现你代谢其实也是可以再更好，也是没有太好。对，我客气了，就是这边的颜色啊，太紫了。如果说它今天是一样是红色的，那代表说它代谢血流会继续冲，这样很好嘛。可是你后来你也动桃的不一样呢，这边也紫紫的了，这边也紫紫的，这个时候呢就要用柔沙油，所以我先帮你上一点柔沙油，而且刚刚我也帮你就是热过，因为柔沙油它冬天有时候会凝结哈，就是有观众朋友问，所以我一起回答哈。那我先帮你涂上去，让你的退沙会退得更好。它里面是用那个乳香没药，就有点像是我们东方的当归跟川穹，但它味道比较好，不然你就会变成当归鸭。好，那我们把后面刮完之后，我们现在要刮前面。Are you ready? OK， 来吧。好，我现在一样涂刮痧油之后，那因为我们前胸，我现在是用我们的日常保健款的刮痧盘。那现在因为肩颈酸痛的关系，这边的范围比较小，所以我会挑这种截面积比较小的器具来刮。好，那我先刮一下脖子，我们这边轻刮顺带就好了哈。虽然我们这边是胸锁乳突肌，但是前面是颈动脉，所以我们的就是手法要非常的轻柔，最好上过课哦，拜托哦，这样比较安全。这个地方痧比较多一点点，应该跟讲话有关，因为这边跟这里的张力有关。我这样轻刮，很轻柔就出痧了。然后接下来是耳朵，耳朵的话偏下方这里，我很少摸到这边有一颗这里。你是会容易中耳炎吗？偶尔会耳鸣。感觉好像有哦，在这边有，但另外一边我不知道。那我先刮会很痛哦。加油。因为我觉得好像是耳机，因为是下方这边已经出痧了，很少有人这边会出痧，超级无敌罕见。因为它这边太小，我们要用刮筋盘，那我把它耳朵往前拨之后，这边一样上往下顺刮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耳朵下方，忍耐哦，而且这还有咬合，对。其实你虽然看起来好像很松，可是其实你蛮紧张的。耳朵后面，它耳朵后面这边还紫色爆青筋你看进来，这超痛的。哇，这个我觉得你喊出好了，因为这超痛的。哇，这个真的很惊人。我们第一次刮到耳背有痧不是说你耳背，但我的意思说。刮完就不耳背。我觉得好像你很紧张，在别人跟你讲话的时候。会想要努力听懂其他人在说什么，是不是自己有做什么需要调整或需要改进的地方？对，因为你这边超紧的，耳朵后面就是像这边的筋膜啊、软组织，它如果很紧，代表它很常作用嘛。那这边当然就是跟听觉有关啊。那听觉包含用耳机，如果你耳机开很大声，那当然它肌肉也要收缩啊。然后在这边耳朵后面是接头皮。那其实就会跟思考有关，所以你会听进去之后，你会想，就耳朵后面这边啊，它刚刚其实是整个揪成一团勒住的。那像这样的话，这边的听力它可能会听得比较紧绷一点，然后再来是这边的思考也会比较紧绷。那下面这边下巴有痧，代表说它会一直咬牙切齿，所以它是很紧张的。
然后另外是很少人的耳朵这一块，它下面是有红点的，比较少有人会有沙，所以这也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。这边很痛哦。对啊，黑猪黑猪沙直接出来了，这边都一颗一颗。啊，没办法，之前打排球啊，对啊，所以打排球的大家还是要注意。然后接下来这边是刚刚讲肱骨头，好像比较往前。那肱骨头一般会往前，是因为胸大肌嘛，所以我们要把这边刮一刮。来了。我刚刚锁骨那边还比较痛。好，但我要刮胸大了。好，因为这边会蛮痛的哦，应该会进去。然后在这里，啊，在这里。哇，这条好严重哦。哇，在这里，这边超大一颗结晶沙在这里，这是打排球的，辛苦你了。OK， 所以这边会有点闷闷的，因为那个沙很像石头一样。好，然后我这边轻刮就好了。你那个气胸伤疤的地方啊，我们伤疤是可以直接刮的。那因为伤疤组织通常周围都会筋膜比较紧绷，所以我们大概顺一下就好了，让它有一点点染色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右边耳朵。我必须要说，右边耳朵比较软。那左边的大脑它是偏理性的，然后你又是下半部，所以你在年纪越大的时候，对于你认为对的道理，你会蛮固执的。就会非常的坚持，但是偏理性的部分。但如果你用情感层面去跟他沟通，他会说好。这是你的耳朵告诉我的资讯。好，那我一样先侧边哦。耳朵后面的话没有刚刚那么的紧，这边是平的，所以感性的部分处理的还不错。下半部呢，我一样换我们的刮筋盘，由上往下顺刮。哇！然后这边一样有咬牙切齿，因为咬牙切齿通常都是双边，然后只是说你好像左边咬合也比较多，你会用左边去吃东西，因为好像是对左边比较紧，习惯用左边咬。对，所以如果说以他刚刚讲你有耳鸣嘛，左边比较容易出现。然后接下来脖子轻顺，然后肩膀的地方一样哦，你的点，然后一样带黑珠，因为打排球的关系。接下来锁骨你还行吗？可以。你后来专科是哪一科啊？我自己比较喜欢处理针灸跟伤科的问题。针灸伤科，对啊，比如像是运动伤害，或是人家工作劳损啊，像什么妈妈手啊、腕隧道那些，都有在处理。这边一样。那我们刚刚有说这一只手右手它是比较低的，所以我等一下扩背可能要刮一点点哦。好，这边忍耐一下哦。好。稍微这边右手对，右手这边肩峰就比较痛。我右边肩膀曾经那个啦夹挤过。也是因为打排球的关系。然后脖子再顺一下下。那我要刮胸口，那我们这边一样上往下顺刮。我现在用日常保健款刮沙盘。还蛮严重的，你还行吗？还可以。你现在小朋友几岁？现在小朋友1岁9个月。我觉得你今天刮完会超累的。我回去倒头就睡这样。对啊，好，来下巴哦，等待一下哦。好，中间，好，好，下面顺一下。OK， 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整个前面刮完啊，老实说，我觉得后面是比较相对沙比较严重的。那在你右手的部分，肩峰的地方，因为可能你之前说你有夹击。所以夹击这件事情让你那边的黑珠沙是比较多的。我自己会觉得比较 surprise 的，跟要特别注意的是，你在这个地方刚刚有一点淡淡的结晶沙，就是一整坨。那这个东西刚好这边是我们的心脏嘛，所以有时候会不会这个沙去影响到呢？就是有可能，所以才会造成你的一些你刚刚有说有心律不整，对，但是不太确定，所以还是可以去做一下检查，然后你再自己观察一下，不然就会很像一个石头压在那边，刮出来应该就会比较舒服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刮完了，来，李医师，你觉得如何？应该说这几个月啦，我都觉得胸口稍微有点闷，不是吸气的时候不是那么顺畅，然后刚刚刮完之后发现，我吸气吸的比较进来，而且吸的比较饱。你后面你觉得今天最痛的地方在哪里？大概就是后面那个健髂关节 SI joint 那边真的蛮痛的。对，然后还有刮到靠锁骨肩峰这一块，也是蛮痛的。我很好奇，你有办法帮自己把脉吗？
会啊，会帮自己把脉。真的？所以你知道你平常的脉象如何？把脉在把什么？其实是讲直白一点，在把动脉的跳动的力道怎么样，然后动脉它的弹性怎么样，跟它的内容物有多少，是在看这几个东西。你现在有办法帮自己把脉吗？这边完全没有在剧本上你有办法吗？可以啊，我们一般把脉的时候就是平稳轻松的坐在椅子上，然后高度的话大概跟心脏接近，就是放轻松，然后这样其实就可以把。OK。真的有变得比较松一点，之前的脉是比较紧绷一点，现在刮完之后，真的就是有比较松下来一点。不然你可不可以拔一下我的 ？OK 啊，来帮你拔一下哦。有这个脉象如何？我觉得你这个脉象会红哦，记得订阅。记得订阅哦，大家拜拜。就算5万块拿去刮痧好了，你可以刮好多次。50万，50万你可以刮几次？50万会不会变我们终身 VIP？要开放吗？开放50万，50万终身。但是你很会帮我们行销。没事。丰泽集团，我懂。对，丰泽集团赞。可以合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君。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，你很好奇你自己的痧图如何？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，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，我来学刮痧，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，一起刮痧护家，用爱刮痧哦。